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你每天吃的盐可能只是身体摄入钠的冰山一角，有一种隐形杀手藏在各种加工食品里，它比盐更难察觉，却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你的血管，它就是隐藏的钠。很多人以为少吃点餐桌上的盐就能控制钠摄入，但事实我们每天摄入的钠超过 70% 来自加工食品。这些食品尝起来可能不咸，甚至是甜的、酸的，却含着大量隐形钠。长期过量摄入会让血压升高，加重心脏负担，慢慢损伤血管内壁，引发动脉硬化、脑梗、心梗等严重问题。它就像一个安静的破坏者，一步步摧毁你的血管健康。今天我们就来揭开加工食品中的钠陷阱，还给你实用的替代方案。首先，你得明白，为什么加工食品里要加这么多钠？钠是天然的防腐剂，能延长食品保质期，它能抑制细菌滋生，让加工食品在超市货架上存放更久。同时，钠能增强食物的风味，让平淡的食材变得更有味道。比如面包里加点盐，能突出麦香；饼前里加点钠，能让口感更松脆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加工食品靠钠来调味，减少其他调料的使用成本。但这些添加的钠对身体毫无好处，只会带来健康风险。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哪些加工食品是隐形钠的重灾区。第一类是调味品，你厨房里可能就有，比如酱油，每100克酱油的钠含量高达6000毫克以上，炒菜时倒2勺酱油，摄入的钠就相当击小半勺盐。还有豆瓣酱、黄豆酱、沙茶酱，每100克的钠含量都在3000毫克以上。很多人做饭时觉得用酱料方便又好吃，却没意识到钠在超标。另外，味精、鸡精里也含有钠，虽然每次用量少，但长期累积也是不小的数目。第二类是方便食品，比如泡面、速食面、一包泡面的调料包，钠含量通常在2000毫克以上，相当成年人一天建议摄入量的上限。很多上班族、学生党经常吃泡面，觉得快捷又顶饱，却不知道吃一包泡面，一天的钠就吃超了。还有速食米饭、速食面食，调料包里的钠含量也不容小觑。第三类是零食，尤其是咸味零食，比如薯片、饼前、锅巴，每100克的钠含量在1000毫克以上，吃一小包薯片摄入的钠就超过500毫克。还有肉前、鱼前、咸味坚果，为了保鲜和增味，都加了大量的盐或含钠添加剂。更可怕的是，一些甜点零食也含有隐形钠，比如蛋糕、饼前、巧克力，里面会添加碳酸氢钠小苏打，这也是钠的来源之一。第四类是加工肉制品，比如火腿肠、腊肉、香肠，每100克火腿肠的钠含量在1500毫克左右，一根火腿肠就能让你摄入几百毫克的钠。腊肉、腊肠在制作过程中会用大量的盐来腌制，不仅钠含量高，还含有亚硝酸盐，对健康双重伤害。还有培根、午餐肉、罐头肉都是高钠食物的代表。第五类是乳制品和饮料，比如乳酪、酸奶，部分产品为了调味会添加大量盐，每100克乳酪的钠含量可能超过1000毫克。一些运动饮料、能量饮料为了补充电解质会添加氯化钠，虽然标榜补充能量，但对粗普通人来说无异于额外摄入钠。甚至一些果汁饮料为了平衡酸甜味也会添加少量盐，累积起来也很可观。第六类是冷冻食品，比如冷冻水饺、馄饨、速冻披萨。冷冻水饺的馅料和皮里都含有大量钠，每10个冷冻水饺的钠含量可能超过800毫克。速冻披萨的饼底、馅料、芝士都添加了含钠成分。吃一张速冻披萨，摄入的钠可能达到2000毫克以上。很多家庭觉得冷冻食品方便，经常囤货吃，却没想到是钠的重灾区。
知道了这些高钠加工食品，你可能会问，过量摄入钠到底对身体有哪些具体伤害？首先，最直接的就是升高血压，钠会让体内的水分滞留，增加血容量。血容量增多就会给血管带来更大的压力，长期下去，血压就会居高不下，形成高血压，而高血压是脑梗、心梗、肾衰竭的重要诱因。其次，损伤血管内壁，正常的血管内壁光滑有弹性，过量的钠会刺激血管内壁发炎，慢慢导致血管内壁变厚、变硬，形成动脉硬化，血管变窄后，血液流动不畅，容易形成血栓，血栓堵塞脑血管就会引发脑梗，堵塞冠状动脉就会引发心梗，再次加重心脏负担。血压升高后，心脏需要更用力的泵血，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，心脏肌肉会变厚，功能下降，甚至引发心力衰竭，出现呼吸困难、水肿等症状。另外，过量的钠还会影响肾功能，肾脏是排出多余钠的主要器官，长期超负荷工作，肾脏的过滤功能会受损，慢慢导致钠在体内堆积，形成水肿，严重时还会引发肾病综合、失尿毒症。除了这些严重疾病，过量摄入钠还会带来一些常见不适，比如经常口渴、水肿、头晕、乏力。很多人早上起来脸肿、腿肿，就是钠摄入过多、水分滞留导致的。那么，成年人每天的钠摄入量应该控制在多少呢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，成年人每天的钠摄入量不超过2000毫克，这相当塞哈5克盐的含量。但实际上，很多人的摄入量都超过了3000毫克，甚至达到5000毫克以上。要想控制钠摄入，首先要学会识别食品标签上的隐形钠。购买加工食品时，一定要看营养成分表，营养成分表上会明确标注每100克或每100毫升食品的钠含量。购买时可以多比较几个品牌，选择钠含量相对较低的，比如买酱油时选择低钠酱油，其钠含量比普通酱油低 30%、-50%。另外，要注意食品包装上的含钠添加剂，比如氯化钠、碳酸氢钠、磷酸二氢钠、味精、鸡精、酱油粉、腌渍剂等。只要配料表中出现这些成分，就说明食品含有添加钠。成分表越靠前，说明含量越高。除了学会看标签，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饮食习惯，减少隐形钠的摄入。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替代方案。第一个替代方案，用天然食材调味，代替高钠调料。比如做饭时用葱、姜、蒜、洋葱、香菜等天然香料增香。这些食材不仅能带来独特的风味，还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。比如炒蔬菜时用蒜末爆香，再加入少许生抽提味，就能减少盐的使用。做汤时用番茄、胡萝卜、玉米熬制底汤，自然的酸甜味能代替部分盐味。还可以用柠檬汁、醋、料酒等酸性调料，增强食物的鲜味。比如做鱼时，挤点柠檬汁，不仅能去腥，还能让鱼肉更鲜美，减少盐的使用。另外，八角、桂皮、花椒、陈皮等中草药香料也是很好的调味选择。煮肉、煮汤时加一点，能带来浓郁的香味，让食物不用多盐也好吃。第二个替代方案，自己制作加工食品，掌控钠含量。很多加工食品之所以高钠，是因为厂家为了保鲜和节省成本。如果自己动手制作，就能完全控制盐的用量。比如自己做火腿肠，用新鲜瘦肉，加入少量盐和天然香料，放入烤箱烘烤，不仅无添加、低钠，还能保证食材新鲜。自己做面包、饼前，用牛奶、鸡蛋、蜂蜜等天然食材调味，减少盐和含钠添加剂的使用。自己做冷冻水饺、馄饨，馅料里少盐少酱油，用蔬菜的鲜味代替。虽然自己制作费时，但健康又放心，
尤其是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更值得尝试。第3个替代方案，调整烹饪方式，减少钠的吸收。不同的烹饪方式对食物中钠的保留程度不同，比如油炸、烧烤会让食物表面的钠浓缩，吃起来更咸，而清蒸、水煮、清炖、凉拌等烹饪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钠的使用。比如清蒸鱼只用少量盐、姜片、葱段调味就能保留鱼肉的鲜嫩，水煮蔬菜捞出来后用少量生抽、香油拌一下，比炒蔬菜用盐更少。清炖排骨用清水慢炖，加入玉米、胡萝卜，自然的香味和甜味让汤不用多盐也好喝。另外，做饭时要注意盐要晚放，炒菜时等菜快出锅时再撒盐，盐能更好地附在菜叶表面，吃起来更咸，从而减少总用量。如果早放盐，盐会渗入食材内部，不仅需要更多盐才能达到同样的咸味，还会让食材出水，影响口感。第4个替代方案，多吃高钾食物，帮助排出多余钠。钾和钠是体内重要的电解质，两者相互制衡。钾能促进肾脏排出多余的钠，从而降低血压，保护血管。所以在减少钠摄入的同时，多吃高钾食物，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哪些食物富含钾呢？比如香蕉，每100克香蕉的钾含量有358毫克，每天吃1根香蕉就能补充一定量的钾。还有土豆，每100克土豆的钾含量有417毫克。土豆可以蒸、煮、烤，做法多样，容易消化。菠菜也是高钾食物，每100克菠菜的钾含量有558毫克。搭配之前提到的补镁锌的方法，一举两得。另外，牛油果、奇异果、橙子、番茄、黄豆、扁豆等也都是富含钾的食物，日常饮食中多搭配这些食物，就能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。第5个替代方案，逐渐减少盐和加工食品的摄入，让味蕾适应。很多人习惯了重口味，突然减少盐的使用，会觉得食物没味道。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，可以逐渐减量。比如原来每天吃10克盐，第1周减到8克，第2周减到6克，慢慢过渡到5克以下。味蕾是有适应性的，慢慢就会习惯清淡的口味，同时逐渐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比如原来每天吃1包薯片，改成2天吃1包，再逐渐不吃，用新鲜水果、原味坚果代替加工零食。比如用苹果、梨、草莓代替蛋糕、饼前，用原味杏仁、核桃代替咸味坚果、肉前，不仅能减少钠摄入，还能补充更多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。除了这些替代方案，还有一些日常小技巧，能帮助你更好地控制钠摄入。比如吃饭时细嚼慢咽吃，不仅能帮助消化，还能让味蕾充分感受食物的味道。慢慢吃就能发现，清淡的食物也有独特的鲜味，不要用汤泡饭吃。很多人习惯把菜汤浇在饭上，觉得更香，但菜汤里含有大量的盐和油，泡饭吃会让你摄入更多的钠。喝汤时尽量撇去表面的浮油，并且只喝少量汤。外出吃饭时尽量选择清淡的餐馆，比如清蒸、水煮类的菜品。点菜时可以嘱咐服务员少盐、少酱、少放调料。吃火锅时选择清汤锅，避免麻辣锅、酱油锅。调味料时少用沙茶酱、豆瓣酱，多用葱、姜、蒜、香菜、柠檬汁。另外要多喝水，每天喝1500到2000毫升水。充足的水分能促进肾脏代谢，帮助排出多余的钠。不要用饮料代替水，尤其是运动饮料、能量饮料，里面含有大量的钠和糖分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低钠饮食是不是适合所有人？其实大多数健康人都适合低钠饮食，尤其是中老年人、高血压患者、心脏病患者、肾病患者更需要严格控制钠摄入。但对这一些特殊人群，比如高强度运动员、高温环境工作者、
体质虚弱、经常出汗的人，钠的流失较多，可以适当增加摄入。但即便如此，也不建议通过加工食品补充，而是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，适当增加饮食中的盐量。还有人会担心，低钠饮食会导致钠缺乏。其实，只要饮食均衡，每天摄入5克左右的盐，就能满足身体的基本需求。身体对钠的需求量并不高，过量摄入才是问题的关键。现在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健康饮食，但很多人只知道少吃盐，却忽略了加工食品中的隐形钠。这些隐形钠比餐桌上的盐更危险，因为它们无处不在，难以察觉。但只要我们学会识别，学会替代，就能有效控制钠摄入。比如购买食品时多看一眼营养成分表，做饭时用天然香料代替高钠调料，多吃新鲜食材，少吃加工食品。这些小小的改变，就能让你的血管更健康，身体更强壮。血管健康是长寿的基础，而控制钠摄入就是保护血管的关键一步。不要等到血压升高、血管受损才后悔，从今天开始行动起来，远离隐形钠的陷阱，用天然健康的饮食方式养护你的血管，也把这些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人远离高钠伤害，一起拥有健康的身体，享受美好的生活。我们下次再见。